由远古至今，直一根竿，游走于山水间。望云卷云舒，品碧波倒影，无关渔获，无论晴雨。我们将拥有这种生活方式的群体赋予了一个共同的名字——钓鱼人。然而，近30年间，钓鱼格局发生过巨大的变化。从传统钓到悬坠钓，从海竿到路亚，越来越多新奇的玩法和招数走进千家万户。30年，一个时代的变迁，垂钓运动也正大刀阔斧地昂首向前。30年，从传统经济到电商风云，家钓迷陪你将最古老的运动与最前沿的大数据合二为一。邀请数位国内顶级垂钓大咖，奔赴数10个黄金钓场，揭秘数百个垂钓技巧，呈现一场最佳的垂钓饕餮盛宴。我叫小钟，38岁，我在国企上班，有时熬夜拼搏，废寝忘食，有时懒散。拼搏为了什么？我觉得我此生就2大爱好：第一，网购，没钱呐，所以网购；也因为网购，所以没钱。于是，我老婆说我败家。你有没有听到我跟你说话？第二，钓鱼。嘘，这个让我老婆听到。这比说我败家更。你一天到晚在这里弄这些钓竿，你信不信我把你这些钓竿都拿来扔掉去？所以，就算为了钓鱼，我必须和我老婆斗智斗勇。在她还没有起床的时候，我先溜。我先溜了。我叫李成峰，接触钓鱼已20余年。小时候我就是用竹竿钓鱼，那时候山清水秀，也不懂得钓机钓法。我觉得我生活在一个最好的时代，见证了从七星漂到孔雀鱼，从芦竹竿到碳素竿。我不知道未来的垂钓格局会是怎样，我只是想安安静静地做一个细心的钓鱼人，去探究每一细节，去练习每一个技巧。我喜欢交流，习惯向每一个钓鱼人学习，不为其他，只为爱我所爱。欢迎收看由浙江家钓迷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垂钓教学片《最佳钓技》。本期我们首站来到衢州的黄金钓场，探索巨物用竿的奥秘，分享伏魔系列。这与水中未知会擦出怎样的火花？对于用长竿钓大鱼这种钓法，我从来没有去尝试过。这次刚好有一个机会约到李成峰老师，他可以带我去一个专门钓巨物的地方，博博大物。我跟小松呢之前就认识，也曾经约过我几次钓鱼，我一直没空。那么这次呢，正好有这个机会，我们就约在一块儿。最近钓友跟我反映，大个体的螺丝青经常能够遇见，而且数量挺多的。那么只是成功率不高，所以我们针对的大鱼这一块准备了一下，来这个水库来钓一次。我观察了一下这个水面的状况，发现这个水库的地形是三面环山，一边是一个小坝。像这种季节，大个体的鱼一般都在深水
栖息比较多。也就是说，钓这种大个体的鱼，小坝这边是比较有优势的。李老师啊，哎，你早。你好，就是这个小水库，里面有大个体的青鱼，而且密度不低。那么我们今天是不是针对大个体的鱼搏一把？好的。我这儿准备了杆子哦，带这么多。啊，你看看你喜欢中意哪一款，根据你自己的习惯选一根。好的，我们就开始。今天应该我们这边7.2米的比较合适。对，没错，这个水位的话，应该说钓大鱼7.2米比较适合。红魔大雾。对，这个是钓大鱼的。我们通常性钓鱼人最习惯选竿路的长度是水深的2倍，这样操作起来、钓起来，包括控鱼会比较顺手，也比较舒服。所以呢，我针对这种大个体的鱼情，我选择了伏魔的大雾竿。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经验，当我抽出伏魔典藏版的时候呢，觉得它比较轻，在我这个手臂力量能够控制范围之内。如果选中了杆子，我怕我体力不支，所以我选择了伏魔典藏版。到达水库后，李成峰与小钟同样选择伏魔系列7.2米的手竿。不同的是，小钟选择的伏魔典藏更为轻巧，对于初学者而言，降低了抛竿的难度。你坐窝又坐下去了，你再守着点儿。我觉得你还是用颗粒吧，颗粒都来吃过，我也吃过，你也吃过，它会吃颗粒。伏魔大雾呢，之前我自己也比较了解，它的韧性比较见长。刚开始我听到嗖的一声，李老师上鱼了这个手，这个时候杆子已经完成了一个大功能，我心里非常非常兴奋，我第一时间就冲了过去。你这个杆子软一点，起竿的时候就能立起来。你看我去拿刀啊。好，我们把它控在可控的钓点以内的范围。像这种螺丝青啊，其实就是贴着底在溜，然后它会一点点的出水，力量很大。我们大概在离底1米的地方溜，慢慢鱼其实越来越没劲儿的时候，它就会离底越来越高。出水的时候还有几浮一起。我是非常想看看李老师他是怎么控制这个大鱼的。看这个杆子的弧度来说，应该这条鱼不小，但是具体有多大，我心中也是个未知数。15度不到，这种鱼竿选大鱼的鱼竿，应该去选这种，也就是说受力越大，弧度越大。没问题，我拖到边上，那你慢点啊。操鱼要注意什么？哦，大概10斤重嘛。现在这种季节，青鱼应该是发力最好的时候，也就是说食欲也最旺盛。好 ，OK。钓鱼，没有出任何意外，搞上来了，20斤左右吧，不止。经过近40分钟的搏斗，李成峰成功钓获巨青。而钓获巨物的关键不在于和鱼强行对抗，做到敌退我进，敌攻我守，利用杆子的腰力，缓慢将鱼带向岸边。当鱼发力控鱼时，有时候需压低重心，
当鱼卸力向空旷处后退，最后稳稳当当将鱼收入囊中。唯一的担心是怕那么轻的杆子是不是能承受这么大鱼的冲力，所以当时对这个钓竿的强度会有所担心。最后经过长时间的遛鱼，把这条20多斤的螺丝青给斩获的时候，才解除了我们对这个钓竿真正的担心。当时我看到浮标啊有动静，突然间就一个黑漂，那个时候我就憋住了劲，用力一扬竿。好鱼。浮模的典藏版是以刚性见长，钓位和水面落差比较大，导致了鱼往外冲的时候杆子立不起来。这个时候我发现我杆子还没有立起来，线就断了。其实当时我内心是非常遗憾的。那杆子太硬了吧？慢点。小钩细线也能溜大鱼，挑战一下。针对这种大个体的鲫鱼，原塘的鱼种其实挺丰富的。幸亏杆子比较硬。小桃花鱼。欢迎收看由浙江嘉钓泥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垂钓教学片《最佳钓技》。在做钓的前1个半小时，李成峰利用浮模大物钓性的优势，配合娴熟的控鱼技巧斩获1尾，而小钟命中巨物后，还没等巨物现身，便遗憾跑鱼。红薯浮模系列的7.2米，接下来小钟能成功收获大鱼吗？哦，我这里有口了。小心啊，抓住机会啊！我觉得你应该换根杆吧，那杆子太硬了吧。刚刚前面我有一杆慢慢黑下去的，但是打的是空杆。鱼往哪儿走，你跟着点，前期它发力。好的。现在就是离地1米左右。隔了1个小时以后呢，它的浮漂再次出现了信号，它就不是在原地强行的去遛鱼，控在这个地方，我得往后退。对。再控制鱼，不小，真的不小，比那个还大。鱼如果进来能够控得住，人尽量的往后退一点点。当时这条大鱼翻出水面的时候，我发现这条鱼真的非常的大。它选用的浮模典藏杆呢，是以刚性见长，杆子比大物那只杆子腰力要足一些，所以立住杆子的时候，尽量的把它控住了以后，人往后撤，或者再及时的倒杆，这样的话把杆的位置玩得比较厉害，周旋的余地就会大一些，更多的准备的缓冲的时间，尽量的就是鱼发力的时候你就往前跟。小钟用的这款典藏杆，7.2米的也就218克吧，把那么大的鱼溜上来，可以说一种极限的挑战。还有一个就是硬杆子啊，相对的来说鱼容易燥，
软杆子反而是鱼不容易发力。像大物的杆子，它腰身的那种粘性、那种弹力，缓冲它的那个冲劲。这个鱼可能比我那个大，就快出水了。再来2个来回。正嘴上嘴唇，这位置还是可以的。它随时调转头往深水前的时候，一定要会松，那么这个时候才控得住。可以抄了吗？你就可以在这种杆上熟悉它，把它操作运用更好。工具是靠人用的。当时我和这条大鱼来来回回前前后后，大概总共搏斗了将近半个小时左右吧。鱼终于上来了，心里这块石头已经落下了。第一次将这么大的鱼钓获，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奇迹。50斤，其实我们只要运用得当，小钩细线也能溜大鱼。哎，留个纪念。哎呀，真大！哇！哎呀，37斤，不止，差不多。知道为什么这么大的鱼被我们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溜出来吗？杆子的功劳。一方面是杆子啊，它的那个腰力够；第二方面，我们离水面岸上大概有1.5米左右，人站的比较高，直接有效力量比较大。小钟，出太阳了，把伞支上吧，人别晒坏了。小钟啊，你看你早上用这个浮膜点长板也能钓到大鱼了，对长竿的操控也有所掌握。那么我们是不是现在考虑一下去钓鲫鱼，用短竿？好。临近中午，感觉大鱼开口的几率越来越低。那么我了解到这个小水库啊，里头还有一批比较个体大的鲫鱼也存在。那么像这种大个体的鲫鱼呢，我们其实也是挺有兴趣的。你不是在钓短竿有心得吗？今天我们用一样的竿，我们俩在这儿试试，挑战一下。小钟，哎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好，3、2、1，我们开始。啊，所以这个鱼还挺轻松的。直接飞上来了啊！对。素材用的比较好，所以竿身比较轻，比较挺。这个水库啊，原塘的鱼种其实挺丰富的，看到没？小桃花鱼，
有口不重，可能是这种人。你这个刺鱼的时候啊，像那么硬的杆子啊，稍微的后把往掌心顶，然后呢，刺鱼的时候呢，只要抬腕就行了，轻点刺，刺中了以后呢，一点一点的抬起来，让这个鱼啊，在由水底到水面的地方泄力，然后用鱼竿的自然的那种调性啊，去化解这种鱼的劲儿。出水了以后就蹦得不那么厉害。哎呀，这钓子掉在湖里啊，这运气就是好，不小心掉进湖里了，钓了一会儿，感觉是偏硬，有点挡嘴，因为有部分是雕放过的鱼，所以还是要尽量的把它拍得软一点。这个鱼也是早晨好，别到下午又难讲，晚上又会好，晚上打上灯。哎呦，这半天一口的，哎，今天唯一的遗憾是没带草，幸亏杆子比较硬。经过跟它的对这支杆子的使用啊，我发现这个腰力是特别的好，就1斤左右的鲫鱼都直接能够飞上来。针对可能黑坑里抢鱼啊，一系列的这种快钓啊，都比较有优势。车总，我们今天呢就到这儿吧。上午呢，我们针对大个体的鱼做钓，用的是7米2的长杆，伏魔的这款典藏版和大5版，基本上针对这种鱼情，我们也经过测试，以后对这种长杆的使用选杆，你做到心里有数。下午我们针对这个鲫鱼，最新的杆子也体验了一把，玩了一把。那么今天基本上我们就结束，回家。好吧，收拾东西吧。好 ，OK。今天我学到钓大鱼的这些技法中啊，我觉得有几点我是深有体会的。第一个呢，在抛竿的时候，我们不能抛得太满，大家都知道，有可能会鱼在第一时间冲击的时候会造成拔河的现象。第二个呢，在控鱼的时候，我们要顺着大鱼的力和它迂回，这样子容易造成切线。唯一的遗憾，就感觉是小钟的第1条鱼跑了，应该个体不小。在操作方面出现了失误，所以导致了跑鱼。但是呢，他之前从来没有钓过那么大的鱼。第2条鱼控制好了以后，就顺利的操作上岸了。经过这次这种跑鱼，包括也有所钓获，希望小钟在这个上面有所收获，以后钓到更多的大鱼吧。这是我们的谢哥，在我们的大金主，在我们的大制片，在我们的大道具，在我们的服装，加工资，加工资。